这几个监控居然能让我足足维修2天，他们线是这么走的，这样走的，还有这样走的。我实在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留下这么多坑在跑路。这个插排居然是这样反向供电，要不是小胡我多看一眼，没准真的被他给送走了。这期维修的麻烦程度，搞得我回去看这堆素材都不知道从何讲起了。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3个师傅究竟埋了多少坑吧。当时我随着包叔公来到了12楼的监控室，我想着修监控嘛，觉得这几个监控花不了我几个小时。我过来之前就几百块钱答应了下来，没想到答应下来后，这下真的把我折腾够呛了。开始我来到录像机跟前，打算看看通道的时候，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这个画面直接就卡住了。鼠标和画面可以动，但是这个界面就被定格住了。录像机也发出沙哑的声音，告诉了我，老兄，我快不行了，赶紧让我下岗吧。但是他这么一直卡的也不是一回事，我当时只能拔电重启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拔电重启后，我操，全部画面居然都没了。玩呢？我可啥都没干了，我就拔了个电而已。我一度怀疑他们之前会不会找了一圈师傅，见到这种情况都没个愿意过来维修，就找到了我这个倒霉蛋吧。当时我在想着要不要跑路的时候，他居然又自己恢复了。既然答应了人家，那只好修咯。我先从这网线开始下手，这条网线是传输监控信号进来的。我顺着网线一路下来，发现它是接在这个交换机上的。我通过看交换机上面的灯，只有4号口和5号口的灯是正常工作的，4号口的网线是接在录像机上的，其他的网线是干嘛的，我目前还不清楚。至于5号口的网线，很明显它是负责8个监控的信号的，因为整个交换机上只有它和录像机的线是正常的。我拔了它，再上楼看了一下，8个画面果然全部没了。那这条线就是传出8个监控的主线了，但是它是通向哪的呢？我只能用寻迹来找了。当时我看线是通向楼下的，于是我打算去11楼的热电箱碰碰运气。没想到的是，这线居然是接到11楼的交换机上。当时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，要这么推算下去的话，该不会是11楼的交换机又接到10楼交换机上吧？我马上拿寻迹仪来试一下。结果真的是11楼又接到了10楼，10楼再接到了9楼，这样一层一层接下去，好家伙，难怪3任师傅会跑路。这种情况，只要任何一层交换机出了毛病，监控都得挂呀。最后我一路找到了2楼，才找到了这个真正的监控交换机。原来所有的摄像头的线路都是汇聚到这里的，再由这里统一传到12楼的主机上的。这个交换机我看了下灯，确实只有8个监控正常。这下搞清楚他们的线路走向，那维修就容易多了。所有的摄像头都是通向这里的，我只要保证他们的线路通了，就可以修好了。但是你真的以为上一个师傅留的坑就这么点吗？维修第一个监控就让我吃了闷亏。我上去用设备对线的时候，发现只有1、2、3、6的灯亮。按理说它另一端接到 PoE 交换机上，1号、2号的灯应该是这样亮才对啊。经验告诉我，它肯定没有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但是我还是去了2楼苦寻一番，找了半天，确实没有通到这里。我只能回到1楼，好在我能顺着网线一路跟到这里，发现这里有一个交换机，我用设备对了下，那条网线果然是插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这就迷之操作了。这交换机不具备 PoE 功能，你插上去，摄像头它也不会通电啊，我搞不懂它这样接的意义何在，这不是糊弄人吗？线没有通上2楼的 PoE 交换机，这种情况，小胡我只能被迫帮他们重新拉一条线，解决这个摄像头问题了。大伙也别纠结我这个布线工艺了，他们全部的线都这么乱了，我想整齐也难了，咱算是入乡随俗了。就这样拉一条线到2楼，就修好了这个监控。接下来到第2个摄像头了，我用寻迹仪对了下线，显示网线的3号芯断了，那这种最好维修了。这里我补充下一个知识点，网线分8芯，其实现在的 PoE 设备只要1、2、3、6芯就可以通电使用了。我这里3号芯断了，那么我用其他正常网线的位置和它换一下就行了。但是我没想到3个师傅这么狗，我到现在才发现他打的水龙头居然毫无规律可循，这明显是坑下一个倒霉蛋做准备的。更狗血的是，因为网线质量做的太差，我即使调换了位置，摄像头也无法正常通电。这趟真的是亏到姥姥家了，能怎么办？我又被迫重新帮他们拉了一条线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到了第3个摄像头就更厉害了，居然是模拟摄像头。我太难了。
趴着安装这个摄像头的时候，小胡我还在读小学呢，这个真的没有任何维修意义了，这种只能换新的摄像头了。得了，过来维修监控，变成帮他们安装监控了，你说我亏不亏？至于后面剩余的摄像头，别提了。我用设备测试，都是网线不同程度的断芯导致的。因为当初那个师傅的网线是这样从楼上垂下来的，这样日晒雨淋能不坏吗？这可是我的底线了。虽说维修变安装有点亏，但是答应了人家，我们就要把事给他做好。我可不能像那个师傅那样把线抛下去，我所有的网线一律走了室内。为了避免监控和录像机跳了那么多层交换机，我也从12楼拉了一条网线直接到2楼的 POE 交换机上。这样的话，监控不知道比先前串联的线路稳定了多少倍。可以啦。好了，大伙说我这期亏了多少？这家医院全体断网了，让我过来务必给解决了。这不，外快又送上门了。起初我以为他们断网是 IP 占用，于是我查看了下电脑 IP 地址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电脑居然没有任何 IP 地址。正常的电脑会这样显示 IP 地址的。于是我来到了他们路由器旁边，但这线路接的就让我看不懂了。路由器怎么只接了一条网线，到光猫就没了？按理说必须有一条线再接到交换机上才对啊，不然这路由器的网络怎么传输到电脑那一头？但是偏偏这交换机就已经插满了线，外面还多出了一条浅灰色的线出来。先不管这些了，我先确保路由器的网络是否正常再说。我又用电脑接上路由器上，发现等了半天它没有任何网络。我于是查看了下 IP 地址，打算进入后台的时候，发现我电脑也是没有任何有效的 IP 地址。于是我换了第2个口试了下，也是没有 IP 地址。接下来我又试了剩下的第3、第4个口，一样是没有 IP 地址。我会运气这么好吧？他们断网的原因这就找到了。这种情况我把路由器给重启一下，断电重启后，没想到的是我电脑依旧没有任何 IP 地址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什么情况下会让整个路由器出现这种情况？我后面再和大伙讲吧。这时候我只能给路由器还原出厂试一试了。大伙可以用牙签长按路由器的复位键，直到它的全部灯亮一下，这就算是恢复出厂成功了。恢复出厂成功后，我电脑才有了 IP 地址。于是我进入了后台，填写宽带账号密码。这个过程我就一笔带过了。路由器能上网后，我测了一下宽带，有500兆，那是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了，解决路由器故障后，就开始解决线路故障吧。他们已经把线接乱了，这个交换机必须有一条线插在路由器上才行，不然哪来的网络？于是我拔了一条不亮的网线，把路由器的线接到了交换机上，然后我再去 A 区看看电脑有没有网络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电脑依旧没有网络不说，一样连 IP 地址也没有。我看他们电脑的网线都是这种蓝色线，总共有6台电脑，但是路由器那边就只有一条这种蓝色线，那可以推算得出来，在这个 A 区肯定还有交换机才对。我顺着线路一番找寻，果然在一个柜子里面找到了交换机。里面有一个白色的白噪交换机，还有一个黑色的千噪交换机。我先搞清楚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线，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5条线应该是代表5台电脑的，这灰色线是接到黑色交换机上的，那么这黑色交换机肯定有一条线是通到路由器那边的，至于是哪条，我只能用排除法了。我知道这深灰色的线是接在白色交换机上的，所以排除了。这蓝色线应该是接到第6台电脑上的，暂时也排除了。这4星线是干嘛的？但它另一头是接通状态的，应该不是通向路由器那边。如果通向路由器那边的话，那这边的电脑早就有网络了才对。于是我觉得这浅灰色的网线极大可能是通向路由器那边的，因为它灯是不亮的。大伙还记得交换机那边多出来一条浅灰色的线吗？8、9不离10就是它了。于是我拿寻线仪接上去，去到路由器那边寻线确定一下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找了半天居然还不是这条灰色线，那就奇怪了。A 区居然没有网线通向这里，该不会是 A 区的网络从 B 区的交换机或者C 区的交换机传过来的吧？这样找线的工作量就真的很大了。于是我去 B 区找寻了一番，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。我又去 C 区碰运气，直到我看到了一条灰色线，觉得应该就这条了吧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依旧不是这条线。那 A 区的主线到底是通向哪的呢？这时候我又留意了下 A 区的4星线，因为它另一条线是接到电话上的，电话的一头必须接到光猫上才行。我回想起来，路由器旁边的交换机正好也有4星线存在，
那8九不离10，这4星线是通向路由器那边的。当时我被常识性的错误给误导了，认为灯亮就是正常的，所以就把这4星线给忽略了。于是我不得不用寻线仪来确定一下。但是不曾想到的是，这时候我又闹了一个乌龙。其实这4星线就是通向那边的。我过去寻线的时候，发现声音有点小。在我们寻线的过程中，不确定是哪条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这样插上去。它的灯亮了，就是这条线；如果灯不亮，就不是。但是不曾想到的是，我这次插上去居然不亮。这种情况是很少发生的，搞得我差点又去其他区域找线了。好在这种情况我遇到过，所以我把寻线模式打成了对线模式。经过对线的模式，这才最终确定下来，这条4星线就是通向 A 区的。但是问题来了，这个交换机是有网络的，这4星线已经把网络传到了 A 区那边，为什么电脑还是没有网络？直到我看到路由器的烂口灯闪得厉害的时候，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这个交换机上面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。什么是网络广播风暴？就交换机上面的线另一头又接了回来，导致整个网络崩溃了。至于哪条线出现了网络广播风暴，我只能每拔一条线，然后再去看看电脑网络恢复了没有。直到我拔了这条蓝色线， A 区的网络就恢复了过来。那这条蓝色线又是通向哪的呢？经验告诉我，这条线很大概率是通向西区的。我来到了西区，发现这里交换机挺多的，有3个交换机。黑色交换机上面的线是干嘛的？目前不得而知。然后这蓝色交换机上面的线又是干嘛的？我也没搞明白。至于这白色交换机上面的线，我看它是接12伏电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这交换机是负责监控的。我于是重点又回到了这个黑色交换机上，因为我发现它有一条蓝色线的灯是不亮的。这条蓝色线很大概率是通向主路口那边的。于是我用寻线仪来试一下。我来到了主路口旁边寻了下，听到响声，果然这条蓝色线就是把网络传输到西区的。我把它接回了交换机上，这样网络就传到了西区。我仔细看了一下黑色交换机，发现有一条网线2头都插在交换机上了。这下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就是西区有人把网线接环路了，导致整个医院断网了。这时候我就问了下他们店员，这线是谁接的？这条线是谁插上去的？哪条？这条。在哪里？插在上面。这条是谁这样插的？这条好像是我插的，他拔掉了，不好意思，两条都是你插上去的吗？没有，我只插了1条。就说你这样插了1条上去是吧？对。美女啊！哈哈哈。不知道是插在哪里了。你这么插的话，这个区域全部断网了，然后那边的区域也全部断网了。在哪里？这个不能插的。他原来是插的呀。没有，你搞错了。好了，网络解决了。好了，他们全部断网的原因总算找到了。至于之前这路由器为什么出现无 IP 情况，就是因为网络广播风暴导致路由器工作量比较大，所以死机了。那之前网线为何这么乱？但是他们断网后尝试拔了一些网线，看看网络能不能恢复过来，结果越插越乱了，所以就出现了开头的迷失接线，把我的给整懵了。其实解决这类问题并不难，但是要搞清楚这些线路是负责什么的，这确实很考验一个师傅的功底。小胡我每天实战面对各种故障都不曾被难倒过，真正困难的是怎么去拍摄，怎么去剪辑，又怎么能够让大众看得懂，这个挑战才是最难的。所以大伙看完记得。好了，下一期是解决家庭麦曲组网的卡顿的问题。